周一是小红帽便当，周二换成大叔鸡腿便当，周三则是恐怖的贞子便当。妈妈故意每日调皮制作恶搞便当，让她在同学中尴尬。自从女儿步入青春期后，家中常显脸色阴沉，卧室门上贴着禁止母亲进入，与妈妈话也不多说，交流只能通过短信。不管妈妈怎样隐瞒，女儿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，不听、不说、不看，在家耍脾气也就罢了，出门还对妈妈冷脸相向。妈妈实在忍无可忍，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做出让女儿极其反感的事来反击，直到女儿开始自省。今天是女儿高中第一天，妈妈一大早就在厨房展开神操作，把便当给了女儿。到了午餐时间，女儿毫无准备打开饭盒，超可爱的便当引起同学们的围观，女儿的酷妹形象当场垮掉。同时，妈妈在看着学校时露出狡黠的笑，她知道女儿总爱装高冷，不喜欢幼稚的童话故事，特意弄了个老派的小红帽午餐。结果女儿在同学面前出丑，放学女儿跑回家指责妈妈：“你这是什么操作？”说完丢下饭盒冲进房间闷头生气。但妈妈的计划竟大获全胜，女儿不仅开始说话，连饭也吃光。成功的妈妈决定再次尝试。第二天，女儿的便当里有个海苔鸡肉大叔，这灵感来自妈妈看的广告。从那时起，女儿的便当变成了同学们眼中的午餐亮点。妈妈根据当天的心情或工作定制便当主题，昨天喝多了就是醉鱼便当，今天手工课，明天木工活，失眠了就弄个吓人的榛子餐。女儿总爱赢，饭盒总是吃光光，想看她能撑多久。果不其然，3个月后妈妈没招了，实在没新点子，只好随便塞2个饭团给女儿。女儿看了便当，笑得很得意。次日，大女儿回家听闻此事，给妈妈支了个招，写留言挺不错的。隔天中午时，女儿开便当见免洗盘子这一招，让全班同学笑翻天。此后，女儿不洗碗的事传遍了，甚至连镇上的聋哑老奶奶也知道了。这招妈妈真的有效，当晚女儿就主动洗了碗。妈妈的幽默便当使女儿更受欢迎，吸引了众多人的注意，甚至连女儿暗恋已久的小帅也过来主动打招呼了。3年时间一晃而过，妈妈还是坚持每天为女儿准备搞怪便当，直到女儿即将毕业，看着周围同学都提交了志愿，站在人生路口的女儿感到迷茫。与她的犹豫不决相比，小帅的未来计划很明确，他打算去大城市参加击鼓赛，然后登上人生高峰。小帅的目标启发了女儿，他打算到大城市工作。临走之前，朋友们建议女儿为小帅准备个爱心便当，以此表达她的情感。于是女儿摆脱了自己的高冷形象，请妈妈教她做卡通便当。妈妈察觉到了女儿的小心思，耐心地开始教她做便当，母女关系因此变得融洽。然而次日，女儿身着和服，正要给心仪的小帅送便当时，没想到一个短发女孩抢先一步，便当没送出，女儿非常失望，悄然离开。妈妈见状立刻跑去安抚。这时手机响了，是老师来的电话。女儿没过大城市公司的面试，双重打击让她完全崩溃了。妈妈为了安慰她做了个便当，但便当上的话努力就能成功，反让她感觉像被戳到痛处，气愤地把便当摔了。妈妈看不下去她这颓废的态，一巴掌过去。那天晚上，女儿跑去姐姐家过夜，当见到姐姐拿来的蛋包饭时，突然想起小时候家里很穷，月底缺钱时常用剩菜做蛋包饭，那些满满的回忆让女儿明白，母亲抚养我们姐妹真不易，为了养家糊口，每天做3份工，忙到深夜，所以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姐姐照顾我，这让她和妈妈之间产生了距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女儿回家了，平时从不服软的女儿这次主动向妈妈道歉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女儿吃着妈妈制作的创意便当，感受到满满的爱意。不久，女儿在大城市得到了面试机会。临走前，妈妈给女儿一个洋葱，说面试紧张时就把洋葱搓搓肚子，这方法真有效。焦虑的女儿面试结果出色，顺利通过。正当她欢喜地准备分享这好消息，却见妈妈因长期辛劳在院子里晕倒。不幸的是，妈妈突发中风，女儿眼看着妈妈身体虚弱，女儿想辞掉得来不易的工作，留下来照顾高龄的母亲，可妈妈却拒绝了她。她希望女儿追求自己的理想。毕业礼前夜，妈妈回家为女儿准备最后一个便当。中风后母亲手不灵便，只好2只手交替切菜。为减少痛苦，不断更换手，用了整夜做了超大的便当给女儿。第一层是五花八门的配菜，同学们看到都叫好，赞叹妈妈真厉害。可当女儿打开第2层，所有人顿时静了下来。饭盒里留言道：“送给我最爱的女儿。”这3年，妈妈天天做的便当不讨喜，你却一直坚持吃下去，这份耐心真厉害，给你点个赞。在这里特别表扬一下。女儿感动地笑着哭出来。不久后，
她就要去大城市工作了。走之前，姐姐给妈妈带来了一份小女儿准备的便当和一封信。此刻，小女儿正在坐船去大城市。突然，手机响了，一回头，看见了妈妈和姐姐，在不远的山坡上向她挥手告别。女儿用力挥着手，品尝女儿亲手制作的便当。妈妈露出幸福的笑容。婴儿饿得大声哭闹，母亲却置之不理，拼命地吃牛排，一边吃，一边狠狠地瞪着自己的孩子，真烦。眼看宝宝快被亲妈害死，机敏的服务员马上阻止。扭打中，年轻妈妈情绪失控，一推服务员，餐刀刺入男孩身体。直到年轻妈妈清醒过来，一切都已无可挽回。男孩用生命拼搏，保住了婴儿平安，自己却上了天堂。年轻母亲因杀人被关进监狱，1岁大的婴儿进了孤儿院。16年后，那个男孩救下的婴儿浅见，沦为了不良少年，和几个伙伴靠着仙人跳骗钱四处游荡，不时还被行业里的人欺辱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。听伙伴说，有家叫做99堂的二手书店，是底层人士的避风港。只要你踏进这里，好心的英姨老板娘就会亲手为你做一碗暖心的亲自己。她这一小小的行为，救了许多人，至少可以让流浪者不因饥饿去触法。天资有限的浩二，天天在餐桌上画蝴蝶，在他看来，画笔是他的整个世界，不可或缺。旁边的达也是个民工，独自照顾妹妹，天天来书店领免费盖饭，自己舍不得吃，都留给妹妹。顾客吃完盖饭后，英姨会拿来盖章册，让大家签名，记录他们需要何种援助。浅见觉得英姨这么做很无趣，故意留下漫画角色的名字。英姨见状轻笑，浅见想让英姨留宿，但被英姨婉拒。他误以为这两姑娘是家里跑出来的，希望他们能早回家。这一行为让浅见心怀不满。隔天，他故意带了2个小流氓来书店，一边吃着免费的亲子盖饭，一边找机会捣乱。饭后，英姨拿出签名本让大家签名，在浅见的指示下，小混混故意捣蛋，把签名本撕成2半。阿姨，再来一份，不再给你们提供了。讨厌的老太婆，英姨气坏了。这群小孩子也不想想，99堂虽然不如和平饭店，也不是好惹的，想在这里撒野，没那么简单。英姨几招就让2个小流氓鼻青脸肿，一路狼狈逃窜。浅见观点偏前，回途意外遇到仇敌，对方人多势众，对浅见痛下杀手。走投无路之下，浅见只得返回99堂。英姨宽容大度，为浅见治疗伤口，并将他收留。从那以后，浅见常常来店里，3天2头就来吃亲子饭。那天，浅见问打野，为什么英姨只做亲子盖饭？打野回答，这碗饭可以让鸡肉和鸡蛋完美结合在一起。来这里的孩子都是被自己亲人遗弃的，这碗饭融入了英姨的心意。打野他妈丢下他跟姐姐不管了，就这么消失了。俩人边吃边聊。浅见说1岁的时候就被丢弃了，他还没出生，他爸就去世了。他妈在一家餐厅吃牛排时，用店里的刀刺伤服务员，被关进监狱。这话一说，英姨吓得脸色大变。那位曾救人的服务员，正是他的儿子。知道真相的英姨，内心复杂难平。这或许是命运的安排。浅见得以幸存，儿子拼命换来的命。现在，浅见流浪街头变成了无赖。如果眼睁睁看着不理，浅见迟早会走向堕落。英姨一直沉浸在失去儿子的悲伤里，而浅见正承受着与亲妈敌对的痛苦。人能忍受悲伤，但承受不了痛苦。英姨决心像保护自己孩子似的保护他。在英姨的细心照顾下，浅见逐渐开放心扉。他将漫画书上的名字擦去，换上自己的真实姓名，与英姨共同看守99堂，帮助那些受伤的孩子们。超市内，男孩注视着顾客剥去不新鲜的叶子，他赶紧找店长，我今天能带走这些菜叶吗？行，还能带点面包边，多谢。他和妹妹被妈妈遗弃，在工地辛苦搬砖100日，晚上去超市打工，店里剩下的菜叶和面包壳成了打野和妹妹的晚饭。他节省开支，把赚的钱都花在妹妹身上，不管自己多辛苦，舞蹈和音乐的学费一直都按时缴付。这个月，他额外再做2份工作，凑齐妹妹选秀的报名费，还为她买了漂亮的新衣，让妹妹穿得体面些。选秀那天，妹妹穿上哥哥买的裙子，站上舞台表演，自信满满，吸引了评委的注意。大家一致认同，妹妹成功加入七色花天团。哥哥兴奋地跑到99堂，向英姨报了喜。紧接着，公司的人马上来到这里。美香和哥哥都还未成年，父母双亡，希望英姨能成为美香的监护人。这话一说，代表递出合同，
签字前，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要求。那时，打野的爸爸是个酗酒者，喝多了就会打他妻子。更气人的是，这家伙喝醉后不仅打人，还对自己的女儿动手。哥哥打野忍无可忍，用菜刀刺向这个畜生。法院认定打野犯有过失杀人罪，被送进少管所。刑期结束出狱，妈把他妹交给他，又嫁了个酒鬼。从那时起，兄妹俩相依为命。现在妹妹梦想成真，公司想把这事儿消失，他们将对外说美香爸爸因病死亡，哥哥则是交通事故走了。毕竟是亲哥哥杀了父亲，如果被揭露，对妹妹的偶像生涯可是致命打击，所以代表给了100万封口费，交给哥哥。虽然打野很不愿意，但为了妹妹成为受欢迎的偶像，这样难得的机会，打野只好忍着泪，断绝和妹妹的关系。自从妈妈离开后，打野勇敢的生活，再穷也不求助于人。他努力打拼，靠自己帮妹妹圆梦。现在梦想成真了，却让打野感到空虚，拿钱就像失去生命，这真的行吗？跟流浪狗有何区别？次日清晨，打野在工地忙着搬砖，妹妹忽然跑来。聪明的小妹妹，听说要跟哥哥断绝关系，坚决反对。她辞职了，决定跟哥哥同住。这时候，一辆面包车突然驶来，代表怀疑是哥哥逼妹妹改口，无视打野的解释，直接痛打哥哥，又强拉妹妹回公司。慌张中，打野抓起铁棍冲向代表，脑海里不停回放父亲醉酒虐待妹妹的场面，他彻底失控了，用铁棍朝代表的头砸下。迅速，警察收到报警，在99堂抓到打野。尽管代表未有生命危险，可是打野伤人违法。离开前，英姨跪求警察，让孩子吃饱再带走，拜托了。一碗温馨的亲子盖饭，兄妹俩边哭边吃。打野询问英姨：“我能重新开始吗？”英姨回答：“这得你自己看着办。男子怎能因为点小挫折就灰心呢？你的日子还长着呢，努力去改变吧。无论何时归来，这儿永远是你的家。我会做好亲子盖饭等你，我会等你。人生就是这样，生活本就充满波折，难免沮丧失意。一碗亲子盖饭虽不能救赎，却能传递宽恕与爱。愿你的泪水能种下幸福的种子，迎接崭新的人生旅程。”正如打野讲的那样，他的面包掉地上，果酱那面总是先着地。无论摔倒多少次，总有人会在新面包上抹上果酱，递给对方。那人是他自己的妹妹，只因为女儿尿湿了裤子，妈妈把孩子塞进洗衣机。我生你干嘛呀？妈妈，都怪你，我的生活一团糟。就在无情的妈妈按下甩干键，外面突然响起敲门声。风花以为是男友回头，忙不迭跑去开门，这才让女儿逃过一劫。英姨发现风花没钱买饭，便让浅见特地送来炸鸡。这时候，屋内传出女孩的哭泣声，浅见冲进去一探究竟，孩子被丢进甩干桶。他追问风花，作为母亲，既然生了孩子，为何如此悲哀？恢复清醒后的风花向浅见透露，她不清楚孩子的父亲是谁，在从事援交时怀孕了。浅见询问她为什么没有选择堕胎，风花的理由相当奇怪，起初是因为缺钱，原本打算怀孕来赚点钱，然后再去堕胎，但肚子越大，越多客人找上门，特别是医生和律师，对孕妇援交很感兴趣，也赚了不少钱。后来，她迷迷糊糊的把孩子生了出来，现在非常后悔，认为这孩子毁了她的人生。找工作的时候，经理觉得风花长得好看，纷纷抢着要招她，但一发现她带着孩子，都皱了眉头。孩子再怎么对经理笑，也帮不上忙。男友想约她出去，一看到孩子就满脸不悦，提议分手，将残花弃在路旁，执意离去。面对层出不穷的恶语，风花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孩子。妈妈，我好饿。去死吧，笨蛋！无处安家的母子暂住在网吧里，女儿饿得直哭。好吵啊，不是叫你好好睡了吗？哭声吵到别人了，风花带着孩子只能睡大街。处境绝望的她全指望男友了，不停发短信巴结，男友却完全不搭理。到最后，朋友出差把房子暂借给她住，这样母女俩终于有了个栖息之地。吃午饭的时候，风花带着孩子去99堂，肚子饿才来的人都有各自的苦衷。风花向英姨坦白，母亲重新嫁人，继父经常对她非礼，风花只得离家出走。后来她嫁人了，想象不到的是，丈夫竟是个酒鬼，经常打她。无奈之下，风花只好去风俗店工作。生了孩子后，不能再工作，就落得现在这般田地。英姨询问她接下来的打算，风花笑着说，她现在有个新男友，对孩子挺好，跟他一起住，会很幸福。但
当浅见看见孩子身上的脏衣服，就断定他在撒谎。回到出租房，孩子闹着要去厕所，风花不理不理的躺在床上刷手机。我要去厕所了，尿完了。失控的风花把女儿放进洗衣机了，幸好浅见及时救了她，防止了不幸的发生。之前在99堂时，风花说她男友很爱孩子，那是假的。小时候，风花家和英仪住得很近，互相帮助，她不想让英仪担心。英仪叫浅见带来一张照片，上面是风花小时候的模样。那时风花很纯真，生活幸福美满。尽管父母离异，身边的亲友不少，可人生不知不觉就变成了现在这样。风花承诺浅见，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女儿，绝不再犯同样的错。但第二天一大早，风花被手机闹铃吵醒，男友来电想要复合。风花马上又回到了过去的自己，她把孩子锁在家里，和男友开着宝马车，兴高采烈地去海边约会。孩子独自在家，被她彻底忘掉。吃饭时，男友向她要烟，她无意中在包里找到了儿时的照片，心情顿时五味杂陈。虽有幸福在眼前，她却决定撕毁照片，与男友享受美好时间。这时，隔壁游客点了份亲子锦，不禁让风花想起了英仪的话：鸡肉和鸡蛋，紧密相依的一碗食物，才称得上亲子锦。最终，风花的良心战胜了欲望，她疯了似的冲回家，一进门，发现孩子不见了。风花突然想起昨晚发生的事，焦急地跑到卫生间，打开洗衣机，没有发现孩子。在焦虑中，风花冲向99堂寻求帮助。门一推开，看见孩子在桌上画画，浅见一巴掌打向风花。白天带食物到出租房，发现孩子自己在家，就带他过来了。不这样真不知道会有什么悲剧。英仪做了亲子盖饭，对风花说：做父母最大的不幸，陪不了孩子长大，请多保重。这一经历，风花仿佛变了个人，找到了便利店的工作，无怨无悔。2楼是个空房，店主让风花带女儿住这儿。风花的脸上绽放幸福的笑容，那是母亲为孩子设想的笑容。英仪曾提到，一旦成为母亲，这身份永不改变，母爱随处可见，只是偶尔晚些显现。亚美在高级餐厅点遍所有特色菜，不用5分钟便吃得一干二净，接着冲进洗手间，所有吃的东西都吐光了，一顿饭花了3万，全吐在厕所里了。她一点也不在意。回家后，妈妈准备了丰富的晚餐，她装作饿极了的样子，对妈妈说：好好吃饭。接着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很快一桌子美味全被她吃光光，真是太好吃，我吃饱啦。然后她又冲进洗手间，把所有吃的全吐光。亚美自小受妈严格教育，每天满满的补习班，就连午休时间，妈妈辅导她做作业，回答错了就在她大腿上掐一下，好疼。记得你犯过的错，因为时间紧迫，只好路边快吃晚饭。接着就是钢琴课和游泳课，一个接一个，没完没了。女孩意外摔倒了，膝盖受伤了，她妈妈却没在意，拉着她急匆匆去补习。亚美喜欢绘画，梦想成为插画师，妈妈一听就不高兴。亚美，你将来得当老师，妈妈就是想让你当老师，学了这么多东西了，懂了吗？现在亚美已经长大了，她遵从妈妈的计划，做了一名教师，不论啥事总是听妈妈的。今天妈妈让穿白衣服，她马上就换上了。妈妈说发型不顺眼，那就依妈的意，把发剪短点。自己再不情愿，一有妈的要求，女儿就微笑答：谢谢妈咪。每次想起童年的不快，亚美就忍不住，她就跑向便利店，买了一堆零食，花了整整5000块，回家狂吃不停。亚美食量超级大，吃东西也特别快，眨眼间汉堡、薯条和饮料、面包全都吃光光，最后还要吃块蛋糕做结尾的甜点，再喝完一升酸奶，任务才算完成。每天的饭钱得花3万5，工资根本不够花。亚美把学生的学费都吞了，拿这钱大吃大喝。很快她把学费花光了，连信用卡都刷爆了，真是没办法了。亚美化了浓妆，跑去风俗店兼职。于老师第1天兼职就赚了3万块，亚美急忙用这笔钱在餐厅豪吃一顿，一顿就花光3万。不久警察来敲门，她这种兼职违法，亚美不敢告诉妈妈，只好让英仪从99堂赶来保释。回到书店后，英仪端上一碗亲子盖饭给她，这回亚美不同往日，仔细品尝，每一口亲子饭都充满温馨的回忆。餐后，她照例去了洗手间。这个行为，英仪仔细一观察就觉得不对劲，一问才知道，亚美得了进食障碍。这病有的人拒食，有的人暴食，但亚美情况特别，
他是吃了又吐，吐了又吃，这叫做暴食症。亚美跟英姨说，妈妈自从生他后，身体就没好过，辞去了教师职位。妈妈怎么样，都希望亚美做老师。小时候就得学各种技能，按分钟安排的日程，每日累得精疲力尽。起初，亚美什么都不想干，全身心投入学习。每日3餐，亚美总是在便利店挑饭团。10几年一晃而过，妈妈现已深度融入她的生活，一切日常全听妈的，吃啥，穿啥，看啥书，听啥歌。亚美也渐渐适应这种模式，跟着妈妈的选择，她感到安心，让她放心，甚至上厕所也得听妈妈的。亚美一直认为这是母爱。有次，妈妈说她胖了，亚美开始减肥，因为怕妈妈责备。虽然瘦了，亚美却患上了厌食症。后来，妈妈一直说她太瘦了，亚美便开始拼命吃饭，不断的进食。时间一长，亚美患上了暴食症，只要反复吃吐，吐了再吃，她才感觉安心。如今，她终于理解了，她本不想成为老师，全是妈妈在操控，抢占了她的人生，只是为了完成母亲未尽的教师梦。从那时起，亚美开始自暴自弃，到风俗店打工，用毁灭自己的方式让妈妈失望。提到这里，亚美一头扎进英姨怀里，大哭起来。第二天清晨，英姨拜访亚美家，一进门看到墙上挂满亚美的照片，亚美的妈妈把她从小到大的点滴都记录得清清楚楚。亚美整晚没回家，妈妈非常焦急，翻出一堆文件，从亚美幼儿园的通讯录开始，逐一打电话询问。在通讯录找到英姨，发现一张亚美小学的时间表，她顿时明白过来，英姨把亚美的经历如何自贬全告诉了她妈妈。这一切的起因全因妈妈太宠爱。妈妈反驳说，母爱对孩子而言就像空气一般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却时刻围绕孩子。没了空气，孩子就会窒息。听后英姨笑了，空气太浓也不行，同样也会休息。次日，英姨准备了亲子锦，让亚美尝尝。这次的味道与以往不同。英姨找出亚美上小学的时间表，每周3晚上，补习班会提前结束，妈妈就会为亚美做一碗亲子锦。今天这碗是妈妈亲手制作的。亚美边吃边流泪，厨房里的妈妈也泪流满面。电影结尾，妈妈归乡，把房留给亚美，祝她开心生活。母亲焚烧了所有记录亚美生活的照片。尽管这么做对母亲来说很难过，怎能忘记过去，又如何让爱女重启人生？妈妈拿着水果进儿子房间，结果被儿子推开了。5年了，儿子一直宅在房间，饿了就泡面，屋里乱得像个垃圾场，整天就是刷手机，偶尔会跟妈妈动手了。母亲走投无路，花了50万医药费，请了独立机构帮忙。妈妈向经理反映5年前的事，儿子在学校被欺负，自那以后就颓废了，把自己关在房间内，一待就是5年。经理拿了钱，承诺3个月内治愈儿子，敦毫不知情。这个机构根本不把孩子当人。经理带队冲进直晃的房间，强行将他塞进面包车，送到治疗中心。工作人员强行收走直晃的手机和个人物品，把他锁在房间内，限制进出。在他们看来，整天关在家里的孩子都是心理脆弱的小个体，只有持续锻炼才会变强。更糟的是，他们还削减伙食，不许孩子吃饱。孩子们累得精疲力竭，倒在地上。员工以为他们偷懒，动手打人。直晃不喜欢多话，经理给了一个耳光。既然父母付费送孩子来，就有教育权，替父母管教。罚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直晃无法忍受虐待，偷偷溜到99堂求援。英姨听了直晃的遭遇，决定明日去找直晃妈妈谈谈。哪料那晚就出事了。直晃刚到家门口，早已等候的工作人员立刻将他带了回去。直晃被罚在篮球场跑1000圈。别在这磨蹭了，快跑起来。第二天早上，英姨访问直晃家，告诉妈妈孩子被虐情况。妈妈却不感兴趣，她带英姨进直晃房间。5年间，直晃一直自我封闭于此，父亲也因此离家去。孩子要是废了，我活着还有啥意义？一边说，他朝门口走去，让英姨看看门把手上的毛巾，那是随时都能用来上吊的。妈妈实在没辙，只好让他强制治疗。英姨听了，无言以对。几天后，直晃太饿受不了了，偷偷去99堂吃了亲子饭。英姨找到他家的报纸给他看，直晃从小练的乒乓球，还赢过少儿组全国冠军。英姨百思不解，这么出色的孩子为何变成了自闭？直晃一边吃饭，一边述说了真相。作为天才的直晃，常受媒体关注，班上同学嫉妒他，经常毁他的笔记和课本。
还被班里孩子孤立。直晃很害怕，不愿去学校。他试着多次和妈妈倾诉，但妈妈总是说同样一句：因为你太弱了，只有这样才会被这么对待，明白吗？把乒乓球打入奥运，让他们瞧瞧去。你这么萎靡不振怎行？振作起来。从那时起，在直晃看来，妈妈变得只关心输赢，对其他都不在乎了。直晃不敢直面现实，只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英姨把直晃拉到外面，看看这帮笨蛋，虽然没拿到名次，却依然开心。这些问题少年，在学校和工作中都没法好好相处，逃到这儿来的，有的逃离家庭，有的像你一样受欺负不愿出门。既然爱打球，何必在乎排名？看他们多快乐。英姨的话解开了直晃的心结，他拿出小时候的球拍，参加比赛，球技超群，赢得伙伴们的称赞。你太棒了，球拍这么小，竟打得这么棒。直晃很高兴，自闭症也慢慢改善。不过好事不长，机构经理找到99堂，要带直晃回去重塑。英姨坚决说不，这搞得经理很生气。那家伙跑去直晃妈妈那告状，对英姨说尽坏话。第二天早上，警察来了，直晃妈妈控告英姨绑架，直晃又被送回治疗中心。经理还请了记者，在电视上大力报道英姨被捕的新闻。这下书店里的不良少年们坐不住了，大家都知道英姨是好人，要跑到警局示威，把英姨抢回来。好在英姨的女儿把大家拦住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想让英姨平安归来，就得想办法让直晃妈妈撤诉才行。浅见来到直晃家，进门就跪在地上求情，可直晃妈被经理蛊惑，油盐不进。在他眼里，治疗中心才是直晃摆脱自闭症的唯一方法。英姨在中间插了一杠，影响了孩子的治疗。如果直晃在机构的治疗下重新站起来，说不定以后还能拿个世界冠军。浅见听完很气愤，你啥都不懂。直晃希望你能理解他的心情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才是他唯一的亲人。说完，浅见扔下直晃的小球拍，转身离开。妈妈看着球拍，思绪万千。这是他给儿子买的第一支球拍。有一次，直晃输掉比赛，母亲大发雷霆，把奖杯和球拍装进纸箱，当着儿子的面扔掉。直晃舍不得这个重要的礼物，偷偷捡了回来，还在球拍的背面写下愿望，一定要参加奥运会，不让妈妈失望。想到这，母亲泣不成声。她终于明白，孩子的自闭症是她一手造成的。几天后，母亲撤掉诉讼，英姨平安归来。直晃离开治疗中心，回到家里，偶尔来到99堂，吃一碗英姨做的亲子盖饭。没有人知道，他和母亲的关系便没变好，但至少他不再自闭。